大家好，此地已经完全打通哈，因为是比较干旱的位置啊，动作就可以放缓了。先慢慢思考一下就地利用的材料与可能性了。有堆草槽，在除草效率真的会高上不少，至少也可以省掉杂草拔起后善后的时间了。干旱的区域呢，灯笼果算是可行的作物了。于是又到后院进行扦插哈。扦插枝条的选用呢，建议选择已经有木质化感的粗枝条啊。接续先将一旁的七里香进行修剪了，这样要修剪下方的排水道会比较好施工。而这已经移植3年的七里香呢，枝干已经有了一些粗度哈，更可以拿来做进一步造景。只是单纯修剪呢，感觉比较没有经验感哈。于是参照修剪后呈现成片状的想法了。只是七里香的叶片呢，生长非常快速哈，将一株修剪成多球的样子，感觉会更适合啊。由于主要是想要先修剪出方便继续工作的位置啊，因此只进行左边侧面的初步修剪啊，而希望日后生长成球形的构想呢，就如同动画的位置哈，主要就留下粗枝分支的位置啊，内部枝条打结的位置呢，日后再进行细修啊。而虽然只修剪侧面哈，但是枝叶的数量还是非常可观啊。这修剪下来的枝条与树叶呢，拿来覆盖菜床有特殊的效果啊。影片后段再实际呈现意外的成效哈。先继续将下方的菜床调整好了。菜床特别之处是内侧七里香下呢，有预留一条排水道，避免强降雨而做白工哈。平时做挡土呢，也可以当做漫烟道。这样做在日照比较强烈的位置呢，效果特别好啊，可以延缓高日照又时常浇水下导致土壤板结的时间啊。由于浴血奶油白菜呢，长出来的茎部比较粗哈，所以先采用分撒的方式，一旁的预留空间呢，等粗苗长高后，也方便就近移植啊。撒完种之后呢，种子比较小颗的作物，如果是采用撒播的方式呢，家庭种植通常简单，从上方将土爬一爬就可以了。种子可以多撒一点啊，再利用提早采收的方式进行疏苗啊。后续只要浇水，保持土壤的湿度哈。小白菜通常3-4天就会出苗了，时间对的话就是这么简单啦。不过浇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七里香修剪时呢，由于习惯将靠近地面的位置修剪掉，通风透气之外呢，却提供了狗可以直接往下走的狗洞啊。看来修剪方式或许需要再做个微调。佮要来叫啊，佮要来叫啊。最后来看一下另一侧，在种植菠菜前呢，也顺道修剪了七里香啊。修剪下的枝叶提供了土壤保湿与降温效果，有足够的空间堆放树枝树叶，这也算是另一种改善土壤的方法。湿黏的土壤堆放2个星期后，土壤表面就是满满的颗粒状隐分了。适度的给自然一点帮助哈，自然农法会发展得更好啊。最后的最后呢，
再看一下后院七里香哈，配合不占用走道空间，下方尝试修剪出的自带花盆方式啊，上方则继续养出枝干了。不过其实是要预告哈，木薯已经要移植了。谢谢收看。